道迪迦中的戈尔赞最初长什么样吗？其实人家一开始是长这个样子。没错，这玩意一开始的初稿与最终的形象大相径庭，尤其是头部设计，本来是设想头与鼻两个部位叠层交织成角状，但是呢，众所周知，形象设计这种东西最终不是设计师一个人说了算呢。所以当完山浩老师拿着这个出版的玩意儿给大伙看的时候，毫不意外的风评相当一般。但完山老师从来不怕困难，于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然后二稿诞生了，是不是有那味儿了？可以看到第二个版本对比我们现在荧幕中看到的形象已经很接近了，最大的不同就是整体配色上以及身体的一些小细节。之后便以这个形象为基础继续完善，可以看到设计稿相当的严谨，甚至把身体上的一些截面都严格做了标记与设计。只能说完山浩老师不愧是设计与制作的双料天才，更是给戈尔赞的头冠处设计了开合的功能。设定中在地下前进的时候，头甲是会闭合呈现武装姿态的，可惜由于技术力以及预算等原因，戈尔赞的前行场面没有呈现出来。不过呢，其实戈尔赞第一次从地下钻出来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头甲处还真的是闭合的，所以严格来讲，这个设定的形态还是有被体现出来的，至少没白设计不是。于是在完山浩老师的超绝设计能力与大伙的共同努力下，平成第一只怪兽老大哥戈尔赞最终稿震撼诞生了。可以说这只怪兽的现世也象征着平成时期辉煌的诞生。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完山浩老师本身也是奥系列忠实粉丝，因此戈尔赞的最终面部设计也是致敬了初代奥特曼中的怪兽酋长杰罗尼蒙，以及其腿部的这个疙瘩的灵感来源，你知道是啥吗？其实是借鉴了真实存在的生物铜鹼，有时候会附着在一些海洋生物身上。这种与现实生物相呼应的设计，也更能体现戈尔赞作为超古代怪兽的生物真实性嘛。当然，除此之外，从迪迦开始也奠定了平成怪兽二次回归本剧的老传统喽。于是我们的强化戈尔赞就于18话戈尔赞的反击中登场了。值得一提的是，这只戈尔赞其实就叫强化戈尔赞，而不是火焰戈尔赞什么的。事实上，大怪兽格斗中登场的那只才是真正意义上官方译名为火焰戈尔赞的个体，其表现也是非常的亮眼。当然，这里只是点一下。回到我们的强化戈尔赞，其实这只强化个体的设计出奇的顺利呀，因为本集的导演神泽信一提出的要求就是，浩浩我们这个戈尔赞的设计要贴合剧集呀。具体来讲，就是这和第一集的戈尔赞是一个个体，而这是法国戈尔赞并没有死，所以本集的戈尔赞总体造型只要在本身的基础上体现其岩浆强化的特征就行。如果本体造型改变太大的话，反而会喧宾夺主。只能说全是细节。于是乎，完山浩便设计了这些胸口部分向外延伸的岩浆流动纹理，并且扩散至全身。可以说这个设计真的是点睛之笔，既保留了戈尔赞的几乎全部特征，又能让观众的眼睛迅速由胸前抓住重点，产生怪兽强化的反馈感。寥寥几笔道尽变与不变，只能说设计语言这块完山浩老师还是太权威了。此外，戴拿奥特曼中的2代戈尔赞其实并不是完山浩老师设计的，事实上完山浩确实给戴拿这集设计了一个版本的戈尔赞，但它是像这个样子的，可以说与我们看到的大相径庭。毕竟作为点子王的完山浩老师一般不会完全沿用自己之前的设计，因此荧幕中的2代戈尔赞其实是戴拿奥特曼的特技导演满流浩昌根据自己的理解，在迪迦中戈尔赞的设计基础之上，与造型人员改造出来的。从登场的样子也能看出，确实总体轮廓还是初代戈尔赞的影子。至于为什么没有用完山老师设计的版本其实原因和之前强化戈尔赞类似毕竟这集本身也是连接戴拿与迪迦这2部继承关系作品的剧集，因此致敬与保留2个元素就很重要了。所以依旧以原汁原味的皮套即视感为主，做出一些区分即可。其实现在看来，戈尔赞和其强化形态可以说是比较朴素的，但我一直认为所谓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正是如此。好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好的设计也往往不需要过多杂乱的堆砌。戈尔赞普通形态简洁但不失质感细节，强化形态朴实但突出亮点特色，这才是真正能够让人记住的好设计，而不是把所有的元素全堆在一起，只追求外表的华丽而戈尔赞作为平成时期的怪兽街溜子后续串场 N 部剧的片场不说，还能在5帝王、3帝王乃至2帝王中占据 C 位，足以证明其成功。毕竟没点商业成绩和影响力的话首先万代就不能同意你瞎溜达。最后，这里是郭子的奥特杂谈频道，带你了解那些有趣的冷知识。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喽。